这节课我们要讲空间留白构图。那空间留白构图的话，不同于前面的一些构图的地方，就在于它更加的有意境一些，特别是做一些国风山水啊，或者是一些类似于有意境、有画面感。而且的话，就像一幅画有故事背景的那种作品的时候，空间留白构图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构图方法。在讲这个空间留白构图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讲一下前面我们说过的这个黄金分割比例田字格，我们的九宫格，对，这个是我们空间留白法必须要掌握的一个点。这9个格子之间它是可以任意的去组装、去搭配的。比如说，我这里呢去画了一些9宫格出来，我说过这格子是可以任意组装搭配的。我这里呢就给大家示范的讲一点点，比如说这2格去做画面，其他地方去留白。那也比如说可能就是这个部位去做画面。然后下方这2个部位这里去做画面，其他的去做留白。最常见的竖线、横线，包括一些就是周围都不说了，我们就说的是一些比较有意境感的搭配。那这个位置去做画面，然后这个位置去做画面，中间留白，或者是你在居中这一片儿。好，去做画面，其他的你可以去留白。这就叫做可以任意的去组装搭配啊。那包括这个位置，那就像玩那个什么俄罗斯方块一样，挺有意思。就这样任意的去组装搭配。不过呢，在这个模板上面，我要去给大家做2个国风款也是这种，我们就随机的从里面采取。当然，它不只是局限于这5个示范9个格子你怎么去搭，连起来跳2格或者错落都没有关系。首先这一款上面用黑色去做一个山水，对。有高有低，两边虚虚的带过。好，边框画出来之后，擦笔清洁控水，将它的单边这样子去侧推或者是打圈揉搓晕染开。好，然后等这一层干了，我们再到中间叠加一层。这一层叠加的这一层颜色可以深一点好，侧推，下到这里，颜色又可以深一点。正上方的位置，我们可以去挂一轮红日。周边的话晕一些日光或者是云彩的晚霞一样的浅浅的这里的话不影响，这里是辅助，不影响整体的一个构图。对 ，OK， 一个很简单的国风款，线条再给它勾一勾，山水之间我们可以勾一点点，对，线条，这个国风款就结束。用到的是哪一个构图，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的这个竖向的。下半区域去占了一个，中间太阳中间占了一个，周围它的周围是留白的位置。好，接下来再演示一个宽一点的，比如说像这种这种左右分左右的墨蓝色，左边这里
对，画一些小山丘，线条画一条深一点的线，好，往中间延伸出去一点点，平移出去啊。好，擦笔，将下方轻轻的侧推啊，弱化，弱化镜头，然后我们再到这个区域，好，又可以去画一点近景，不管是山还是水，还是亭台，还是人。好，我们就这样去留到这个地方，先画山，再去将下半区域做一个单边晕染。甚至这里可以画一点景。画一个简易版的小房子。远处的这个山，都还可以再给它远处来一层浅浅的印子。好，颜色少一点，颜色少一点，水多一点，给它做一下稀释啊。颜色浅浅的，勾一下。那这地方我还可以加一点蓝色。然后现在它留白的地方在这一块和这一块，对不对？你看一下这一块和这一块都是它留白的地方。这种的话也可以，对吧？表现空间以及意境感，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对，树枝一样的那种感觉。其他地方的话，也可以像前面那个一样去做一些，就是去做一些其他颜色的色块晕染。对，浅一点，堆积到一处去。上方你觉得空旷的地方，你也可以去加一点。好。这也是一款关于空间的构图。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多去琢磨一下，甚至多去观察一下他们拍的照，比如说风景图或者是人物图，就是那种相机相片照片，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构图。接下来是款式上的操作，这边我已经打好了一个乳白色的底，然后也已经涂上了水彩打底磨砂，我们直接开始操作。首先取棕色在甲片上方去画一个色块区域，在左上角的位置。好，拉到边缘上吸走，让它干一下，我们再去叠加。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墨蓝色，在下方的位置左侧往中间扫。好，这边位置去做一个浅浅的打底，颜色干了之后可以再叠上去。好，然后再将不自然的地方线条边缘再扫一扫，两侧往中间扫，横拉好，上面的棕色可以再染一层。甲片没有磨。好，做好这样子清淡的一个打底色了之后，
图案的话，我们依照这个9宫格来，甲片上的9宫格你就这样的给它拉扯，就肯定不是正方形的啦，长方形的9宫格。那画好之后，这里一个区域啊，下方2个区域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好，那我们开始去操作。首先取一个黑色啊，因为是国风感的嘛，所以说这个黑色我们直接去在这个位置涂刷一个色块。好，中间给它刷成这种不规则的感觉，边边上超出的地方，笔横向给它拉一下。做好这个之后，我们用黑棕色，黑棕色可以给它画一个树枝，对，歪，在这个区域，树枝相接的地方加粗，树杆比树枝加粗，那分叉，对，画一些分叉的枝干出来。好，树枝画出来，好有一种沧桑的那种感觉。正上方还可以给它加一个太阳，暗红色。这里我用的是一个棕红，加在上方的位置。暖洋洋的太阳，画一个圆。给它写个字儿，用白色水彩，也可以用彩绘胶啊，看什么方便好了。用彩绘胶，用彩绘胶也可以啊，毕竟写字儿不是我的强项。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用彩绘胶来吧，反正水彩上面加彩绘胶也没有关系，只要水彩干了就可以加啊。好，拉线笔取白色的彩绘胶，到了写字的环节了。写一个什么字呢？写个东。我不是写字啊，我是画字。你们看到了别说我，反正我是要画字，我写不好。我要把它以抽象的方式呈现出来。现在到它的2个点儿了。这里加宽就是为了表现
这是一个点儿。好，往下拉。东字，看我虽然说写字不行，我画字行啊，独树一帜，自创出属于我的笔法字体。真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写不好字儿吗？因为我不太擅长去模仿，但是呢，我擅长于创作。好了，这个冬字写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先拿去照灯啊，先拿去照灯，因为怕等一下给它弄坏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没有结束，还需要用到彩绘胶给它做一点那种点墨的效果。冬季嘛，有点那种小雪花飘扬的感觉。结果刚刚在进灯的时候，我不小心抓到这里，不是打皱了啊！你看我这上面还印的有字儿呢，不是打皱了。是我刚刚进灯的时候它倒了，我去扶了它一下，然后我手指头我的指纹就印到上面去了。然后它不是打皱了，它就是被我的手给这儿给弄花了的啊，千万不要误会了。然后白色点墨，水彩笔取白色水彩，吸满汤汁儿。挂满汤汁儿，给它隔一层纸。那主要是想撒在这一个地方，好，隔一层纸。那多一些上去，还可以，再来一点。看一下，还可以，你还别说，这种意境，这种冬季感，光秃秃的树子，再加上一个冷淡颓废的、冷淡寂寥的底色晕染，就很冬季啊。然后你看我的签字笔里面全是胶，我是随手抓了一个工具，就在那里扒笔毛，别学我啊！好，等它干了之后，上底胶封层。这个款就结束了。上亮光还是上磨砂封层，全看自己哦。我的话是上的亮光的，当然这种国风款还是磨砂更好看一些啊。照灯，好，照完灯款式结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冬季新中式国风款。然后讲完了这个款式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还剩了2个，对不对？剩2个，这里再讲2个空间留白法当中，就是最常见的2种，一种是刀边，对吧？就是周围去进行彩绘，或者是勾边，或者是贴饰品，中间区域去给它进行留白。那中间留白，在周围操作，那反向在中间这一块操作居中，周围留白，这种也是其中之一啊。周边还有一种呢，就是整个甲面全部覆盖整个甲面全部覆盖。还有一种就是覆盖整个甲面上，全部给它做上彩绘，不讲究什么构图。这里的话，我们就用前面有没有看一下前面有没有这种类型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前面的款式当中呢，这些全部都是覆盖，对不对？覆盖就整个甲面给它画满了，不要求什么留白。这个是什么 C 型构图，对不对？这个的话，在我们的空间构图当中，它就是属于一个左侧，那在左侧的这个位置也可以说是 C 型吧。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C 型哦，这里主图的位置，不看晕染底的话，那这个C 型的边框线条，但是竹子的话是占了整个甲面的这一个侧，也就是占了整个甲面的这里一侧，留白的地方是它的右下角的位置。可以去参考线条构图法线条构图法竹子，那单支线条直线晕染整个甲面。那它甚至也有点斜向的那种，整个甲面
那这个是有点像这个法式构图当中的三角，但是也可以参照9宫格啊，在它的斜侧，那前面讲过9宫格斜侧三角位置区域。这个的话也算是整个甲面咯，但是它算是高频法，没办法，已经顶弄底了，这种我们就给它说成是那覆盖。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的课程就结束啦。